有一个女孩在19岁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头部受伤导致智力下降了2个标准差。医生认为她无法完成本科学业。车祸之后，别人都在劝她找一个简单的工作，不要钻牛角尖。女孩也一度怀疑自己，但好在没有放弃。她花了8年时间完成了本科学业，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还到哈佛大学做了教授。女孩名叫艾米卡蒂。他在 TED 一期名为《肢体语言塑造你自己》的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并提出了自己成功的秘诀：先假装成功，直到成功为止。我知道小伙伴们看到这个秘诀肯定会质疑，这个方法确定有用吗？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卡蒂虽然在哈佛商学院，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专门研究 body language， 也就是肢体语言。他发现我们喜欢通过肢体语言来评判他人，反过来也一样，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肢体语言成为被评判的对象。比如当我们在学校或是公司做演讲时，姿态放松，踱步自然，面带微笑，与大家有眼神交流，大家会觉得我们自信，充满活力，给人舒服的感觉，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觉得我们演讲内容很有趣，值得一听。而假如我们身体僵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眼睛只会看下面或者前面，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的听众一定频繁走神，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会关注肢体语言如何影响别人对我们的判断和我们对别人的判断。而进一步，卡蒂教授也发现，我们同样也受自己肢体语言的影响。比如我们在高兴时会微笑，反过来用牙齿咬一支笔练习笑容时，我们也会感到开心。这说明非语言表达和心理是相互影响的，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肢体语言，同样肢体语言也会影响心理状态。当然，没有经过实验的结论都是耍流氓。卡蒂教授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让人们维持充满力量和没有力量2种姿态，持续2分钟。第一种是充满力量的姿势，站立双手叉腰或者身体前倾，双手按住桌子的姿势。第二种是无力的姿势，坐下双手交叉，就像这样，试图让自己变得小一点。实验发现，有力姿势的保持者只是短短2分钟的姿势改变，就变得更果断、更自信、更乐观，而且抗压能力也是直线上升。相比无力姿势的保持者，同样是短短2分钟，心理状态的变化是完全相反的。卡蒂教授解释说，生理上关键的2种荷尔蒙是睾丸酮和可蒂松。睾丸酮是主导荷尔蒙，可以让人更有力量，而可蒂松则是压力荷尔蒙。保持有力姿势的受试者，主导荷尔蒙上升 20%， 压力荷尔蒙下降了 25%。保持无力姿势的受试者，主导荷尔蒙下降 10%， 压力荷尔蒙上升了 15%。所以肢体语言影响了我们体内荷尔蒙的变化，从而影响了我们的心理状态。但是你可能会再次质疑，这是一个短时间的实验，2分钟对人生能有什么影响呢？卡蒂教授同样做了另外一组实验来打消我们的质疑。实验是这样的，一波受试者分别保持有力或无力的姿势2分钟，然后参加5分钟高压面试。面试官受过培训，不会给任何非肢体反馈，几乎面无表情地看着你，这可比刁难诘问更难受，这可以大大激发受试者的压力荷尔蒙。然后另外一波参与实验者会在不知前提的情况下观看录像，然后决定他们想录用哪位面试者。实验结果，保持有力姿势的人更容易被录取。因此它向我们证明了，当我们真正面临压力巨大的社交场景时，比如工作面试、演讲、开会发言等等，保持有力姿势真真切切的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想改变自己，就从一个小动作开始，摆出一个非常有力量和自信的姿势，假装自己已经成功了，2分钟后这个姿势可以改变你的心理。卡蒂教授总结，假装成功直到你真的成功。这背后的道理其实就是自证预言，用武志红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常说的那句话可能会成为他自己的生命预言。我们的外在人生，也就是命运，常常是我们的内在意识花了很多年去推动的结果。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外在命运，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内在意识。注意你常说的那句话，它们可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实我觉得对这个结论最好的诠释并不是实验，而是卡蒂教授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视频开头星河也提到卡蒂教授的遭遇，他花了8年时间才完成了大学毕业，而普通人只需要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觉得自己配不上这里，觉得自己的智商在这种人才济济的地方简直就是滥竽充数。有一次公开演讲考验，演讲前夜他害怕极了，他觉得自己的低智商会在演讲时被拆穿，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老师说，我想放弃了。听到他这么绝望，老师对卡蒂说了这一段影响他一生的话。老师说，你不能放弃，我把自己的全部赌注都压在了你身上，你要留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假装，被要求的每次演讲都要去做，你要骗过所有人，你要不停地做演讲，哪怕怕得要死，全身瘫痪，灵魂出窍，也要坚持做，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天哪，我在做这件事儿，我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在真正的做这件事儿。他听从恩师的话去做，5年后他从普林斯顿顺利毕业，进入了哈佛大学。曾经很长时间他都在想，我不属于这么顶尖的高等学府，但是现在他不再有这种感觉了，因为他假装的成功变成了真实的成功。
哈佛幸福课有句话，没有比成功本身对成功更好的催化剂。想一想你有什么目标，然后请给自己2分钟时间，用你最自信最有力的姿势去告诉自己我已经成功了。我们可以经常用假装成功的方法去刺激自己的大脑，不断的迭代和强化。当我们把这个信念融入骨髓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蝴蝶效应般神奇的力量。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晚上10点，我今天一定要早睡。11点，太早了睡不着啊，不如开黑一把。12点，刚刚太激动了，稍后视频缓缓吧。凌晨1点，表坏了，怎么就1点了？凌晨2点，睡了，我发誓下次一定早睡。熬夜似乎已经成了年轻人的通病了。有熬夜习惯的小伙伴弹幕1，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熬夜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在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同时，也都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心。这一点从熬夜同胞们网上搜索的榜单中可见一斑。根据度娘的搜索大数据显示，凌晨3点不睡觉的人在网上搜索的问题 Top 10： 1. 养生的方法有哪些？ 2. 失眠怎么办？ 3. 熬夜有什么危害？4. 失眠如何快速入睡？5. 脱发的原因？6. 黑眼圈怎么消除？7. 熬夜用什么护肤品？8. 辞职不干了社保怎么办？9. 考前焦虑怎么缓解？10. 抗衰老护肤品排行榜。大家的立场很统一，都抱着我还能抢救一下的心理，不断的试探熬夜危害的下限，熬最深的夜，吃最好的补品，敷最贵的面膜。熬夜不仅伤身还烧钱啊！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些影响，肥胖、黑眼圈、伤肝伤胃、增加患癌风险等，最近我发现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大爷，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马冬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啊。马什么梅啊？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好嘞。还好嘞。这难道也是熬夜的锅？在经过一番搜索查询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事实。根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在2019年首次拍下了人类睡眠时大脑清洗的过程。在这个图片里，红色是血液，蓝色是脑脊液。血液周期性的流出大脑，脑脊液趁机涌入，消除毒素。而消除的毒素包括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如果在65岁前发病，就是早老性痴呆。所以不要觉得年轻就可以放纵自己，这个洗脑的过程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完成。熬夜醒着的时候，脑脊液没办法进入大脑，也就没办法给你洗脑。看来脑袋进水是个好事儿，所以早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吧，不然真的会变傻。这项研究其实在2013年已经有小鼠实验证明了，在小鼠睡眠的过程中，大脑像贝塔淀粉样蛋白这样的毒素是会被脑脊液清除的，但是为什么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进行？科学家们又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13个人戴上脑电帽，在核磁共振机器里睡觉，脑电图会显示一个人处在哪个睡眠状态，而核磁共振会测量血氧水平，显示有多少脑脊液流进流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画面，绿色是血液信号，紫色是脑脊液信号。睡着的时候，大脑里的血氧浓度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血液不断的流进流出大脑，而在血液流出大脑的同时，脑脊液就会趁机涌进大脑，给大脑洗澡。醒来的时候，画面则是这个样子，血液和脑脊液的振幅都比较小，脑脊液没办法大量进入大脑，完成清洗工作。另外，咱们之前在睡眠革命中提到过，我们每晚睡眠大约是5个睡眠周期，每个睡眠周期90分钟，又分为4个阶段：似睡非睡、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科学家们发现，在前面的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脑脊液信号每20秒就会发生一次大振幅的流入波，所以理论上非快速眼动睡眠在睡眠周期中的占比越大，洗脑的时间就越长，清洗越充分。而由于在较早的睡眠周期中，非快速眼动睡眠周期占比更大，较晚的周期中，快速眼动睡眠占比更大，也告诉我们早睡才是保养大脑、避免变傻的良药。有小伙伴可能会说，谁都不想变傻，但是我就是睡不着，你把问题抛出来，没个解决方案啊。其实我们在上面凌晨3点搜索最多的问题中能看到，熬夜的年轻人要么是失眠被动熬夜，要么是玩游戏刷手机主动熬夜。如果由于工作导致每天熬夜到凌晨2点，我建议为了自己的身体换个公司吧，钱再多也顶不住在 ICU 里烧啊。要让主动熬夜的人早点睡觉其实挺难的，
就像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他们可能也清楚熬夜的危害，但由于时间贴线的影响，降低了对长期熬夜危害的感知。毕竟这些风险看不见摸不着，还不能量化，跟当下的即时快乐比起来，灰犀牛还很远呢。这里我建议可以把熬夜的危害量化，把二者的关系具现化。你就这么想，我每多熬夜一天，头发就多掉20根，患阿尔兹海默病的概率就提高 0.1%。当然这个数字是我瞎掰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没关系，这样一来，熬夜和掉头发、阿尔兹海默病之间的关系就具现化了，就可以降低时间贴线的影响，减少熬夜的次数。被动熬夜的人原因可能更复杂，学习、工作、生活、情感等等，甚至可能是晚饭吃撑了，电影看嗨了。很多人有服用褪黑素的习惯，但作为一个保健品行业的运营人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不建议。因为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甚至影响女性生育。别听商家说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鬼话，他们自己都不吃的。其实人们身体本身是可以分泌褪黑素的，这个跟光线、温度等因素有关。睡前90分钟开始准备，关掉手机，调暗灯光，避免光线对褪黑素的抑制，同时阻断各种消息的打扰。卧室温度调整在18度左右，更利于入睡。可以利用睡前时间整理卧室，准备明天的衣物。如果白天繁琐的事情让大脑无法放空，那就回想一下，理清思绪，也可以写下来或者冥想。轻微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但不要过度。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可以帮你更快入睡，睡眠质量也更高。最后还想啰嗦两句，身体是自己的，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调侃熬夜梗的同时，还应该清楚认识到，熬夜的危害是可以预料，也近在咫尺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惜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有一个准备考研的女孩，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复习资料，坚持了200多天。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仅仅把时间推迟到5点起床。每天晚上10点坚持总结当天的复习情况。终于他考上了心仪的学校。考上那天，他晒出了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计划本和参考书，厚厚的一摞，码得整整齐齐，边角大多已经翻烂了。网上经常会有人问，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到底有多可怕？也经常会有人回答一些案例，通过自律咸鱼翻身的例子，各种走向人生巅峰的事迹。人人都在说，自律的人生就像开了挂，是一个了不起的能力。就像 Keep 的开屏上写着，自律使我自由。而在夜深人静刷到这些的你，一边高喊着真厉害，好羡慕，我要能这样就好了，一边继续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刷手机。其实根本没有人会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由衷的愿意自律，这是刻在人性基因里的趋利避害。人类唯一能做的只有不断地给自己反馈动力和成就感。很多人说培养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而事实情况是21天时间太短，不可能真正的养成一个好习惯。在2009年发表的《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表明，一个行为改变习惯所需的时间平均为66天。所以你觉得坚持一个习惯66天难吗？你觉得让自己变得自律难吗？其实高度自律的人一点都不可怕，只要做到这点，人人都可以成为被别人羡慕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微习惯》这本书，这是一个被称作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电子版星河也放在下方的评论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看一下。作者史蒂芬·盖茨是一个天生的懒虫，为了改变这一点，他开始研究各种习惯养成策略。从2004年起，不断地建立和培养微习惯，仅仅因为建立了每天做一个俯卧撑的习惯，便在2年内成功减重了30斤，拥有了梦想中的身材。仅仅依靠每天写50个字，1年写的文章就成了过去的4倍，读的书更是过去的10倍。你不相信它有什么神奇吗？我们继续往下说。什么是微习惯？微习惯顾名思义，就是微小的无负担的习惯，它的基础是微步骤，小的不可思议的一小步。微习惯可以用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来解释，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静止的物体总是保持静止状态。微习惯就是用一个微小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小行为来充当让你从静止状态到运动状态的那个外力。例如每天做一个俯卧撑，每天记3个单词，每天写30个字，每天看2页书。正是因为习惯很小这个特性，因此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负担，更不会带来放弃和失败的挫败感。我们以前想要让自己自律，往往要求自己每周看1本书，每天记20个单词，每天跑步1小时。
这些任务对于很多人来说多少有一些难度，每天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有压力难免会有抵触和抗拒，同时偶尔一天的失败也很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是放弃。而微习惯，只要你完成了一个俯卧撑，你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只要你写完了30个字的文章，你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只要你看了2页书，你今天的读书任务也达成了。为什么微习惯会有巨大的作用？其实微量开始，超额完成便是它成功的秘密所在。你只要睡前突然想到没做俯卧撑，翻身起来做一个，那么你至少就会完成5到10个俯卧撑。既然你动作都摆好了，怎么可能做一个就停呢？只要开始看1页书，怎么可能看2页书就完呢？只要你开始写1个字，怎么可能每天只写30个字的文章？最困难的永远不是如何坚持，而是每天的开始。超额完成的任务都将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和快速的反馈，多做的都是额外，你所养成的好习惯从此将变得毫无压力。看过微习惯之后，我把学习目标调低了，每天学5分钟，让我更能充分的利用碎片时间。5分钟很短，但一旦开始学习，往往会学10分钟、20分钟，不会有任何压力，它很容易实施。它是目前最有效的养成习惯的策略，没有之一。所以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从设置你的第一个微习惯开始，开启你开挂的人生吧。如何实施微习惯？作者史蒂芬·盖茨给出了7个步骤。1. 首先，习惯必须足够小，小到不会因为特殊情况就被你放弃，小到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刻意做这件事，小到随时2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2. 挖掘习惯的内在价值，就是明确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微习惯。比如我为什么每天要学习英语，为什么每天要健身，为什么要阅读和写作。3. 确定每天微习惯的量，纳入日程计划。想要养成阅读习惯，就每天读2页书；想要养成写作习惯，就每天写20个字；想要养成健身习惯，就每天跳1个绳，做1个深蹲，做1个俯卧撑。4. 建立奖励机制，提升成就感。回报的方式很多，物质的、精神的都可以。我喜欢每天完成任务之后，看着打卡记录的那种成就感，喜欢跑完步，大汗淋漓的畅快感，这就是简单的奖励机制。5. 利用 App 追踪完成情况。习惯追踪类的手机 App 有很多，输入习惯目标，每天打卡记录，要实事求是，不要欺骗自己，毕竟目标也不是遥不可及的高度。6. 微量开始，超量完成，这才是微量习惯达成的效果。但谨记，微习惯的目标才是目标，超量的那部分并不是目标，更无需强制完成。就好比你只想要1块钱，结果得到了10块，会非常高兴。7. 留意微习惯的养成标志，比如不再抵制，已经常态化等等。罗马非一日建成，但一旦开始，就会有建成的那一天。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先定一个小目标，行动起来。这就是简单到根本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用这个方法培养微习惯，每天做一点，积少成多。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他们从普通人转变成有着7位数财产的成功人士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富有的习惯。这句话出自美国作家托马斯·科里，他花了整整5年时间，研究了177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及128位穷人的日常习惯，并出版了《富有的习惯》一书，为我们揭示了穷人与富人的根本差距，分析了富有的习惯与贫穷的习惯的区别，同时给出了改变和培养习惯的有效途径。他在《富有的习惯》中写道，通过研究，我发现你的日常习惯会透露出你在生活中能否获得成功。习惯预示着一种因果关系，习惯决定着财富、贫穷、快乐、悲伤、压力、关系好坏、健康与否。科里说，好在是所有的习惯都是可以改变和培养的。让我们来看看从今天就可以开始培养的亿万富翁的13条富有的习惯。1. 他们经常阅读。股神巴菲特在出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活动时表示，他成功的秘籍是每天阅读500页。孙正义曾在2年内读完4000本书，比尔盖茨也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富人更愿意学习而非娱乐。克里写道，88%的富人每天会至少阅读30分钟，内容以自学和自我提升类阅读为主。大多数人都不会为了娱乐而去读书，富人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克里发现他们倾向于阅读3类书：成功人士自传、
个人修养或发展类书籍、历史类书籍。2. 他们坚持锻炼。76%的富人坚持每天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克里写道，有氧运动包括跑步、短跑、快走、骑自行车等等。有氧运动不仅对身体好，对大脑也有很大的帮助。他写道，有氧运动可以增加神经元，体育锻炼还可以增加体内葡萄糖含量。葡萄糖就是大脑的燃料，大脑获得的养料越多，发展就会越好，你也会变得更加聪明。3. 他们结识其他成功人士。你会和你常常来往的人一样成功。克里写道，富人总是在寻找目标明确、乐观热情、心态积极的人做朋友，另外也要避免与负能量的人或影响接触。克里强调，负面的、消极的批评会让你离成功的道路越来越远。4. 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可以让你产生长期的幸福感，最终转化成大量的财富。有太多人犯了追逐别人梦想的错误，富人则不断完善自己的目标，坚韧而激情满满地追求他们。激情让工作更有趣。克里写道，激情给你提供克服失败、错误、拒绝的能力、坚持和重心。5. 他们坚持早起。在克里的研究中，一半以上自力更生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士，至少在工作时间前3个小时起床。这是对付日常工作突发情况的一种解决策略，比如开会时间太长、路况太堵、要去学校接送孩子等等。这些突发情况会对我们产生心理影响，改变我们的潜意识，最终会让我们觉得生活已经失控。克里写道，早晨5点起床，完成你今天工作中最重要的3件事，这会让你重新掌控你的生活，给你一种你在主导自己生活的自信感。6. 他们有多种收入来源。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不会依靠单一的收入来源，他们有多种收入方式。在我的研究中，65%的富人在他们赚得第一笔100万美元之前，已经有至少3种收入来源了。额外的收入包括房地产租赁、股市投资、副业的部分所有权等等。7. 他们有自己的导师。找到自己的导师可以让你更快积累财富。克里写道，成功的导师不仅仅会对你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指导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可以定期的活跃在你的成功道路上。他们与你分享有价值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要么来自于他们的导师，或是来自曾经失败的打击。8. 他们有积极的人生态度。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马克·库班，喜欢 NBA 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就是那个达拉斯独行侠队的老板。他曾说过，只有当你有积极的精神态度时，你才能获得长期成功。在我的研究中，积极向上是所有自力更生成为亿万富翁的标志。问题在于，大部分人无法确定他们的想法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解释道，如果你停下来听听自己的思想，感受他们的存在，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想法都是消极的。但只有当你强迫自己去看清内心时，你才会意识到这些消极思想的存在，意识到他们存在是最关键的。9. 他们不从众。我们总是希望融入到社会中，适应这个社会，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总会尽力不让自己过于突出，但是无法让自己和他人区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成功的原因。成功人士创造自己的圈子，并把他人拉进来。克里说，你需要让自己突出，然后创造你自己的圈子，让别人来加入你。10. 他们举止礼貌。自力更生的亿万富翁掌握了社会礼仪的重要原则，如果你想要获得成功，你也需要掌握同样的原则。这些礼仪包括寄送感谢信，记得重要的日期，比如结婚纪念日、生日等等，掌握餐桌礼仪以及在不同场合的正确着装。在一些场合穿正装，更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可靠并值得信赖的人。11. 他们帮助他人成功。帮助其他人追逐目标和梦想并获得成功，这也可以让你从中受益。如果没有其他成功人士，那么成功也是很难定义的。如果想要成功，最好的方式是首先帮助他人，但是你不应该给所有人提供帮助。克里说，你只应该帮助那些乐观的、有明确目标的、积极的追逐梦想的人。12. 他们每天花15到30分钟思考。思考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克里发现了这一点。富人倾向于在早晨独立思考至少15分钟，他们每天早上头脑中思考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既包括事业和财务，也包括健康和慈善。他们经常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做才能赚更多钱？我的工作让我开心吗？我锻炼时间足够吗？我还可以参与哪些慈善活动？13. 他们寻求反馈。因为害怕批评，所以我们很少向他人求助反馈，但是反馈是了解做事正确与否的关键。反馈帮助你了解自己是否仍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反馈是批评，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元素。此外，反馈可以让你改变重心，体验新的视野和道路。正如克里所说，反馈提供给你的信息，让你可以在任意企业中获得成功。这13条习惯看似平平无奇，却行之有效地塑造了一个富有人士的形象。谁都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本书就能够戏剧性地获得财富，改变人生。但这13条习惯可以潜移默化地让你变得更优秀，而这也正是成长的真正意义。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社交就是一切 EMO 的根源。女朋友不理我了，跟同事闹翻了，方案又被客户 pass 了，多少都有不会社交的原因在里面。但也有一些人总能在社交上如鱼得水，他们到哪儿都能跟任何人聊得来，遇到问题总能找到有关系的朋友，不仅收获真挚的友谊，还能为工作生活助力。今天我们就看看8条很重要的社交技巧 ，UP 亲测好用，我们也可以成为牛叉的社交达人。1. 初次见面记住别人的名字，更容易获得亲近的关系。咱们可以想一下，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某天偶遇叫出了你的名字，然后主动跟你寒暄，你会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情商很高，而且愿意跟他交朋友？这个可以说是成本最低的社交投资了。虽然只是简单的2-3个字，但名字对自己的意义不同，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名字、长相等特征有高度敏感性。心理学上有个鸡尾酒会效应，也叫选择性关注，就是一种能过滤其余全部，只关注到自己在意的点的能力，是听觉系统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我们在嘈杂的聚会上，还是能跟同伴正常交流，也依旧能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即便声音不大。另外，刚认识的人就能亲切的叫名字，会让对方感觉被尊重的同时，好感度也大幅提升。2. 关系再亲近，也不要将家事讲给别人听。很多人喜欢在跟伴侣闹矛盾或者家庭出现分歧的时候找朋友倾诉，但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可能会延伸新的问题。有个女孩跟男朋友闹别扭了，然后跟闺蜜吐槽，闺蜜竟然劝她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赶紧分手。结果分手后，女孩发现自己一直忘不掉男朋友，可惜人家已经结婚。最后女孩一直埋怨闺蜜，两人也不欢而散。感情也好，家事也好，都带有一定的私密性，而且没人比自己更了解具体情况。你在倾诉的同时，首先就带有一定的情绪和偏见，别人听了之后也会站在你的角度，结果很可能是加深你的情绪和偏见。所以任何关系都要有边界感，家里的问题就在家里处理，解铃还须系铃人，别人是很难解开的。3. 在沟通问题时，用表达感受代替指责。语言是有情绪的，你对别人说的每句话，可能是温暖心窝，也可能是伤人伤己。尤其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沟通，更容易被情绪左右，言辞过激。美国心理学博士马歇尔·卢森堡在著作中提到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非暴力沟通。简单来说，就是减少批判性语言，用表达感受代替指责问题。比如你怎么能这么做，换成你这样做我很难过。再比如这点事你都办不好，换成我觉得这样做会更好。我们沟通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如果只是指责对方，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在针对我，而不是针对事儿。最后两人的争论也会由如何解决问题变成谁对谁错。所以你看，这样很明显是本末倒置，搞不好两人还会比比谁的拳头更硬。4. 细节化赞美对方，效果会更好。有一天你去餐厅吃饭，服务员服务很好，我们来看看2种赞美方式。普通人夸奖，谢谢你啊，服务真好。高手夸奖，谢谢你，你的服务真好，每次水不多了你就添上，我去其他店都是要求加水才过来的。第2种方式叫做 FFC 夸赞，就是通过感受 feeling、事实 fact 和对比 compare， 突出细节，真诚地传递赞美的意思，让人如沐春风。更重要的是，这种称赞对方会觉得你是真的在夸他，而不是说客套话。当然前提一定要真诚，就是赞美的细节不能是瞎编的，而是客观事实。比如领导生孩子了，我上去就说，领导你儿子真帅，眉清目秀的。结果领导不开心了，我生的是女儿，这就尴尬了，对吧？5. 在困难时候拉你一把的人，记得回报。古人云，患难时人宁应是骂，这一点其实很现实。自己有钱，谁跟你都有缘，没钱了才发现个个都是陌生人。如果能有人在你低谷的时候还愿意跟你做朋友，甚至愿意帮你，那一定是人生难得的贵人。有个朋友跟我说，别人借给他的钱，他都会在承诺还钱期限之前还钱，而且适当加点利息给人家，所以每次他手头紧张的时候总能找来钱，因为他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别人帮自己，就不可能是为了你的地位、你的权利、你的资源，而是为了物质之外的友谊。所以我们回报这些真正的朋友的时候，也是为了告诉他们自己很重视这份友谊。6. 自我表露能让关系迅速升温。社会渗透理论认为，人际交往主要有2个维度，一个是交往的广度，就是你有多少朋友；二是交往的深度，就是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深不深。自我表露是关系发展的核心，不但能拓宽交往的广度，还能加深交往的深度，是人与人拉近关系的粘合剂。但是什么是自我表露呢？透明的自我意识中是这么定义的，就是把自己的信息、秘密的想法和感受分享给别人。
举个例子，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尿过床，我上学暗恋过哪个女生，可能当时咱俩一笑而过，但这些简单的交流就能让彼此打开自己，你也会跟我分享自己的小秘密，两人的关系就会迅速提升。当然前提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根据两个人的关系循序渐进来表露自己。如果初次见面我就跟别人说我小时候尿过床，那他们多半以为我是个傻子，对吧？7. 当别人提出异议，先别急反驳。咱们这里说的是正常的不同意见，而不是抬杠。区别在于辩论争的是客观事实，抬杠争的是谁赢谁输。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说，如果是两个理性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这两人达成一致。当然大部分人不可能做到绝对理智，也就是争论的结果往往没办法达成一致，但很多时候争论并不需要达成一致，而是需要得到彼此的认可和尊重。就好比我跟张三争论，我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并不反对张三的意见，这就够了。我们都知道世界充满复杂性，大部分的事情并不像上学考试那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相反在黑白对错之间有不同深浅的灰度，没有多少事情是只有一个答案，也没有谁敢保证自己才是真理。所以在别人提出异议的时候，先耐心听完，然后分析是否可以完善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否能够推翻自己。拥抱变化，理解不同，会比别人成长得更快，而且也能得到对方的尊重。8. 在适当的时候亮出自己的底线。大家应该都听过父母这样教育自己，在外面凡事忍让，吃亏是福，结果长大以后总是压抑自己讨好别人，亏吃了很多，福一点没有。比如同事总让你帮他处理他的工作，领导经常让你做工作之外的事情，朋友不停地借钱但从没还过。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毫无原则的让步，而是亮出自己的底线，告诉他们我虽然好，但并不是一定得帮你的理由，更不是你得寸进尺的借口。弗洛伊德说过，在任何关系中我们都要敢于用愤怒守住自己的界限。你可能担心对方不开心，担心关系破裂，但你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让对方尊重你。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所以要让对方有分寸感，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下次试试，当别人再要求你让步的时候，大胆地说出不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喜欢社交了，或者变成 Siri 式社交，你问一句我答一句，你不找我我绝不主动。主要还是因为社交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两人之间、多人之间的博弈，既不能辜负别人的情谊，也不能委屈自己的真心。上面8条社交潜规则可以最大程度的帮助我们在尊重和成全别人的同时，也理解和成就自己。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